咱们公司今年的目标就是市值超过1000亿，明年壳牌上市，全员持股，大家多努力，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。画大饼之前先看看工资调，我1个月就3500块底薪，让我给你干上市，你是在精神病院进修回来当老板的吗？你反了你了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什么黑心公司，压榨员工，迟早破产倒闭，人家家里冒青烟，你们家里发大水。瑶瑶，你快回来！妈，你怎么了？瑶瑶，你快回来！你奶奶突然呕血，你舅舅说你奶奶没多少时间了。什么？老舅，你别摇头了，你快说啊，奶奶到底怎么了？你奶奶这是五脏积劳，邪毒入体，寻常药食根本没用，只有后山百丈崖阴耶的龙须还魂草才能吊命，别处根本寻不到。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这草真的能救我奶奶？这草百年才长一株，药性霸道，是唯一的法子。但那百丈崖地势险峻，寻常人靠近都难，能不能采到，全看造化。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必须把草采回来。哎，你这小东西，快把草给我松开！那是我奶奶救命用的。这儿有好吃的，都给你。你不会是想让我摸摸你吧？不会吧？哎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我靠，这不会就是所谓的洁癖吧？你不会是什么神兽吧？你就是我饕餮的主人了。对了，刚才那个软乎乎甜滋滋的东西好好吃，你还有吗？你会说话？废话，我可是上古神兽饕餮，会说话算什么？我还能变东西呢。金子这么大块，发了，这次真发了。就是这金子太大了，要是被人发现了，别给我抓起来。小八叉，你除了金子以外还能吐什么出来？我可以给被我吃下去的东西赋予灵气，只要是被我吃过的东西，它的品质就会提升到最高水平。太好了，奶奶有救了，我舅舅肯定能靠这药治好奶奶。既然你能提升品质，那你把这些也吃了呗。这些草又苦又涩，一点都不好吃，我不吃。那小蛋糕好不好吃？奶油的、芒果的、巧克力的，想不想天天吃？想，超级想！只要你把这些草吃了，吐出来带灵气的灵草，咱们卖了钱，我就给你买一整个蛋糕店的小蛋糕，管够。发了，这下真的发了。舅舅，你看，我把龙须还魂草采回来了，你快看看能不能救奶奶。这真的是九须还魂草，龙须百年化为九须，这是百年的灵药，一颗就值好几万啊！有了这颗灵药，你奶奶的病一定能痊愈。好几万？饕餮吃过的东西竟然这么值钱？
先别管这个了，舅舅，你快给奶奶配药，这里还有好多草药，你看看能不能用。过几天，市里有一场华夏中医顶级拍卖会，全是业内的大佬和藏家。你这些草药拿过去，绝对能拍出天价。江总，您别再抽了，医生说了，您这身子根本经不起这么造。造不小的，我也没几天好活了，还不如放纵放纵。江总，还有希望，我查到了，1000年生的九转食盐桃，能解您体内的先天沉疴，刚好过几天的华夏中医拍卖会，里面灵药遍地，我们去试一试。九转石姜草我找了整整10年，何必再浪费这个功夫？江总，既然有希望，我们为什么不试试呢？唉，知道了，到时候我会去。这是玄参，这是毒收。秦瑶。来，小饕餮，开工了，把这些都吃了。不要不要，这些草又苦又涩，比上次的还难吃。我要吃小蛋糕。小饕餮，你看这个蛋糕大不大？喜不喜欢？大，这个蛋糕实在是太大了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只要你把这些草药都变成灵草，我就带你去买比你脑袋还大的草莓蛋糕塌，怎么样？你可要说话算数啊！嘿嘿，你放心吧。走了，咱们下山，跟舅舅去拍卖会换大蛋糕去。瑶瑶，你先在这儿摆着，把草药都拿出来。协会的老会长叫我过去说点事儿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别乱走，有人问价别乱答应，等我回来。放心吧，舅舅，我就在这儿等着，哪儿也不去。我的天，竟然是九转石芽草，这可是10万年难得一遇的灵药，我出50万收了。你放屁！你以为这是你家菜园啊？九转石草几千年了就出现过一次，你50万就想收？做梦吧！我出100万，我出200万，这草我要定了。100万、200万，我要发财了！我出300万，300万，还没有再加的啦。300万第一次还有没有啦？300万第二次，有想加的赶紧喊啊！300万第……等一下，这株九转十字草我要了。江氏集团的江总，既然您来了，我们就不竞价了。喂，你怎么插队啊？你不知道我们在这儿竞价吗？小姑娘，你快别说了，谁不知道江总在江城黑白通吃？你要是敢惹他，怕是第2天祖坟都找不到在哪儿了。江氏集团怎么了？江氏集团就能不守规矩吗？我出别说江氏集团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今天也必须给我们说法。500万。多少？500万？这天王老子这不是来了吗？怎么？这个价格你是否满意？满意满意，江总，您可真是识货。这是您的药，您拿好。
我的妈呀！江旭白竟然会和别人道谢！发了，这次彻底发了。这种草我们家后山要多少有多少，以后天天喂给小饕餮，我岂不是很快就能成大富婆了？这颗雪森我要了，10万！这颗毒山是我的，20万，谁也别和我抢！这么一会儿就赚了600万，这不比之前哪个傻 H 公司强多了？先定个小目标，赚他1个亿！江总，您体内的沉革杂毒已经清了大半，脉象稳多了，只要后续再用几味珍稀药材巩固调理，就能彻底痊愈。多谢大夫。不好了，江总，咱们市的中药供货商突然全给我们中医堂断供了，京市的中医泰山马上就要来收药了，我们的药库存不够了呀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突然断供？你难道不会从省外调货吗？是中医药协会的李坤在背后搞的鬼，全省的药材渠道都被他卡死了，省外调货最快也要半个月，根本来不及。而且中医药界的秦老今天就到，咱们拿不出药材，就要被李坤彻底踩下去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今天的那个小姑娘会不会有货呢？不管了，先打电话试试吧。江旭白，他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不会是买贵了要来退货吧？喂，江旭，不对，他可是黑白通吃的大佬，要是把我分尸了怎么办？江总，我们小店的退货处在阿拉伯，不在国内。曲小姐，我需要大量的珍稀中草药，有多少要多少，价格你随便开。真的？你要多少有多少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上山给你采。多亏这几天我把中草药全背下来了，不然今天不知道要采多久。曲星瑶啊，曲星瑶，你可真棒！嚯，品相这么好的何首乌，这要是让小饕餮吃一下，简直不像话。许星瑶，咱们可说好了，10颗草换1个小蛋糕，别耍赖。知道了，不就是小蛋糕吗？干完这单，我请你吃满汉全席都行。不错，变成百年何首乌了，这一根怎么也要买个2、3万了。小饕餮呀，这个大太岁你能吃下去吗？你根本就不懂饕餮！都怪自己没文化，只能说一句扭差。居然是野山参，虽然小了点儿，但也是好东西。舅舅说过，山参年份越久，药性越足。还想跑？舅舅说千年人参才会成精，这居然是千年人参！赚大了，这下江旭白肯定要疯。江总，这都过去3个小时了，曲小姐那边还没来电话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不能等了，我给她打电话。喂，江总。曲小姐，你那边药材怎么样了？有没有找到能用的珍稀药材？何止是有，好东西多的是，你直接来后山找我，保准你满意。曲星瑶，江总，你可来了！你看看这些够不够？还有个压轴的好东西。千年人参，这么大的太岁，还有这么多珍稀年份的草药，曲小姐，你这到底是什么神仙地方，能找到这么多至宝？秘密。我明白，曲小姐，这件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
这些草药我全要了，一共500万。江总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一个搞房地产的，非要来插一脚中医药界，现在连最基础的药材都拿不出来，还想在秦老面前献宝，我看你还是趁早滚蛋吧。我拿不拿得出东西，轮不到你来说话。哦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能拿出什么好东西。实话告诉你，全市乃至全省的药材渠道全被我卡顿了。你要是能拿出一味100年以上的珍稀药材，我当场暴力吃屎。千年野山参，而且是品相完美的千年野山参，还有这么多100年珍稀药材。江总，你这是从哪儿寻来的至宝？这些不过是我的一点私藏，一会儿还有更好的东西供您挑选。江旭白，这次算你牛逼，咱们走着瞧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李总，既然你这么喜欢骗吃骗喝，我们中医馆正好有一药材，名为人粪，希望你品检品检。假的，这全都是假的！秦老，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他江旭白就是一个搞房地产的门外汉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弄到这么多极品的珍稀药材？这绝对是用了什么高科技化学手段造出来的假货！李坤，我劝你把嘴放干净，别逼我真让人按着你，把那人粪硬逼着给你喂下去。怎么，江总这是心虚了，不敢让人验货？既然你说是真的，那就当场查验真伪啊！你想要怎么测呢？这极品草药吧，光靠眼睛看能看出什么门道？想要辨别真伪，必须得亲自试吃，才能吃出来它到底是不是真货。今天我就委屈委屈，替秦老和大家伙尝尝，看看你这到底是千年人参还是千年大萝卜！吃，满脑子就知道吃，算个什么东西？这千年野山参也是你这种货色配吃的？你这一口下去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，糟蹋了这天地孕育的至宝。你看这人参，如头苍劲纠曲，古纹密布，主根天成人形，连这表皮都呈温润古玉之色。这若不是千年野山参，那老夫这几十年的中医泰斗就算是白干了。竟然是真的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们两个带李总去咱们中医房，李总不是想替大家尝尝药性吗？正好把我刚上的那味新中药人粪端给李总好好尝尝，给他补脑子。江总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帮我一把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江总，让这种跳梁小丑扫了您的眼光，实在抱歉。不过这千年人参只是开胃菜，我这里还有一件真正的绝世宝贝，这品相完美的千年野山参已经是可遇不可求的稀世珍宝了。难道江总手里还有比这千年人参更好的宝贝？秦老，各位，请随我来。秦老，这就是我说的，比千年人参还要珍贵的绝世珍啊！就是呀！我还以为什么比千年人参还厉害的稀世珍宝呢，搞了半天，这不就是一块长得奇形怪状的大石头吗？江总，您拿块破石头糊弄谁呢？就是啊，灰不溜秋的，扔在路边都没人多看一眼，这算哪门子的宝贝？是啊，动了！你们快看，那块石头在动，它好像在喘气。这竟然是太岁，是活着的太岁！老夫从医几十年啊，什么极品药材、天才地宝没见过，可是老夫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太岁，这简直是夺天地造化之神物啊！太岁，就是那个传说中能延年益寿的肉灵芝。竟然是太岁！我的老天爷，这么大一坨，这得长几千年啊！我出价，我出10万，10万，这宝贝我要了！我出10万，10万，这宝贝我要了！还10万？这么大的极品活太岁，10万怕是连上面那一小块皮都买不下来，买不起就去小孩桌坐着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
我出价100万，出500万，我出1000万，这太岁必须是我的。许白啊，老头子，我这辈子没求过什么人，这尊太岁我出2000万，你把它卖给我吧，怎么样？2000万，这可是天价，而且秦老在京师中医界那可是泰山北斗，人脉颇丰啊。那是自然。江家虽然在本地厉害，但要是想在京师出头，恐怕还要靠秦老的门路。看来这尊太岁今天是非秦老莫属了，江总肯定会顺水推舟送个人情。秦老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尊太岁，恕旭白不能卖给你。旭白，你是不是觉得2000万这个价格太低了？你要是觉得不满意，老夫还能再加5000万，不，1个亿，1个亿也行。1个亿！我的老天爷，这价格简直太高了！一块太岁竟然能抵得上京市2环里的一套顶级4合院了，这江旭白今天简直是赢麻了。秦老，您误会了，真不是钱的问题，只是这尊太岁其实并不属于我，我只是代为保管展出。要想出售，我还要问问我那位朋友愿不愿意卖才行。这太岁又叫肉形之，乃是古书上记载的人们常说能起死回生的神药啊。既然这等神药已经名花有主，老夫自然也不好强人所难，横刀夺爱了。旭白，还是要麻烦你帮老头子我好好问问你那位朋友，只要他肯割爱，条件随便他开。秦老放心，我一定把您的话带到。唉，小饕餮呀，咱这属于是闷声大发财，可要是老这么凭空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宝贝，早晚被发现。你说咱是不是得给这些小可爱搞个正经身份，免得惹火烧身？要我说啊，咱们不如搞养殖。你家后院不是有一大块空地吗？就用那块地种草药试试呗。对啊，搞中药植园，这样我就能把这些极品中药的来源彻底合理化。对外就说是咱们家祖传秘方培育的，别人怎么查都不会被怀疑了。你可真是我的超级小福星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后院看场地。完了，这块地早就彻底失去生机了，连最贱的野草都活不成，恐怕根本种不了那些娇贵的中药。小饕餮，这下怎么办？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曲家这破院子竟然冒绿光了，原来这地底下指定藏着什么了不得的摇钱树啊！旭白啊，这次来到江城看了那么多家，只有你江旭白这里让我收获颇丰呀。秦老过誉了，能让您看上眼，是晚辈的荣幸。你不用谦虚，老夫一言九鼎，等我回去就让他们整理一份清单发给你。以后京市那边所有的名贵药材货源就全都从你江旭白这里出了。秦老客气了，您放心，江某一定保质保量，绝不让您失望。爸，这次忠义堂的事儿做得不错，总算没丢江家的脸。看来你倒是比你那个下贱的妈强了不少。谢谢爸。过几天回一趟京市。好。
喂，江总，这么快就给我打电话，是不是我的宝贝大放异彩，镇住全场啦？今天在中医堂，京师来的中医泰斗秦老看上了那尊太岁，各路富商也都红了眼，秦老甚至愿意出天价购买。我没有擅自做主，所以打电话来问问你，这尊太岁，你想不想卖？卖什么卖呀？那尊太岁我免费赠送给你了。免费？曲心瑶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那可是整整5000万，有了这5000万，你能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安享晚年了。你确定要白送给我？看上你，看上你这个冷若冰霜的臭石头，一天到晚板着个脸，真要是跟你扯上关系，我的晚年才是不会安详。江总，您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那太岁我是可以免费送给你，但我有2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说。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，我要用这尊太岁入股你的中医堂，我要做合伙人。你说什么？曲星瑶，你疯了吧？中医堂虽然有名气，但1年的净营收也才1000万左右。你拿价值5000万的太岁入股，这笔账你怎么算的？这完全是赔本买卖。江总，赔不赔本我心里有数。首先，我奶奶这病得长期用药，我成了股东，以后拿药不就像进自家仓库一样方便。其次，我有这世上最顶尖的药材货源，而你的中医堂流动资金庞大，背后更有江氏集团这个巨无霸撑腰。有了你的平台，我的药才能卖出真正的天价。用这5000万买一个最稳妥的靠山，我不亏。不仅有胆识，还有眼光。好，我答应你的要求。明天上午10点来江氏集团总部，我们签合同。没问题，江总，明天见。哎，干嘛呢？送外卖的走侧门，找人的先让里面的人出来接。大哥，我不送外卖，我找江旭白，约好了来签合同的。找江总还要签合同？小姑娘，看你这身打扮，还没毕业吧？江总每天见的都是身价过亿的老总，你这种借口，我一天能听800回。赶紧走，别在这儿碍眼。这儿可不是你这种人能随便进的地方。大哥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真的是来找你们江总签合同的。签合同？就你？你看看你这身穷酸打扮，我们江氏集团怎么可能和你这样的土包子签合同？估计是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找工作的吧。赶紧滚，这里不让进。行，狗眼看人低是吧？我这就给江旭白打电话，让他亲自下来接我。怎么回事啊？在大门口吵吵嚷嚷的，成何体统？沈小姐，您来了。这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土包子，非说自己是来找江总签合同的。我看他就是个骗子，正准备赶他走呢。我不是骗子，是江旭白亲自打电话让我来的。不信你们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核实。就凭这干瘪的身材和穷酸样，旭白哥哥怎么可能会看上这样的女人？竟然还敢直呼旭白哥哥的大名，果然是个不知死活的死骗子。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江氏集团碰瓷了。你们2个保安是干什么吃的？还不赶紧把这个骗子给我赶出去，别脏了江氏集团的地界。你们凭什么赶我走？江氏集团就是这么对待合伙人的吗？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哪来的恶心野猫，竟然敢冲我叫唤！住手！放开我！老实点！江总，您怎么亲自下来了？您看看。这野丫头不知天高地厚，非要硬闯咱们江氏集团，我们不让进，她还先动手打人。我们也是为了保护公司的安全才把她拦住的。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明明是你们狗眼看人低，非说我是骗子，死活不让我进。还有这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女人，
不仅嘴巴不干净，刚才还要拿高跟鞋踢我的猫。硬闯！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我们江氏旗下中医堂的新晋大股东，是我江旭白亲自请来的贵客，也是你们这两个瞎了眼的东西能惹得起的！都给我滚！现在就去财务部结算工资，你们被开除了。江总，我们错了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江总，江氏集团可是行业里工资最高、待遇最好的呀，我们一家老小都指望着这份工作呢。保安部不需要你们这种狐假虎威的垃圾，滚！别逼我叫人把你们扔出去。旭白哥哥，你是不是被这女人灌了迷魂汤了？就她这副全身上下加起来都不超过200块钱的土包子样，还中医堂大股东，我看她就是个招摇撞骗的叫花子。我的脸！你这个该死的畜生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！沈夜，你看清楚了，这里是江氏集团，不是你们沈家的地盘，别想在这儿撒野，更别想欺负我的人，马上给我滚！江旭白，你这个渣男！明明我们两家长辈已经定下了婚约，你居然当着我的面勾搭别的野女人！你给我等着，这件事我和你没完！我说这位大姐，你是性缘脑晚期吧？见个女的跟江总站一块就是勾搭，我看你满脑子除了男人装不下别的东西了吧？还有，什么年代了，还拿联姻婚约说事？现在都21世纪了，提倡自由恋爱，懂不懂？怎么就你活得像是大清刚王土埋半截一样啊？你这个贱人！江总，太岁已经让人送去中医堂的绝密保险库了。从今天起，本小姐也是中医堂的股东啦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曲东征。希望以后能看到你带来更多惊喜。喂，妈，我刚办完一件大事，正准备去吃顿好的庆祝一下呢。瑶瑶，你快回家，出事了！那些人把家里的地都给毁了，你奶奶她被气晕过去了。妈，你别急，保护好自己和奶奶，我马上回来。江总，我家里突然出了点急事，村里的恶霸和无良开发商勾结，要强拆我家的院子，我必须马上赶回去一趟，先不跟你说了。哎，江总，出什么事了？立刻去查一查曲新瑶的乡下老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看看到底是谁敢动我江迅白的合伙人。是。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两个老不死的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这块地现在被开发商看上了，那是你们的福气，马上在同意书上签字滚蛋，不然老子今天就让推土机从你们身上碾过去！村长，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我们家那口子当年是为了给村里修桥铺路出意外才没的呀！我们家是村里的功臣，你们不能这么眼睁睁看着他们欺负孤儿寡母，强拆我们的家呀！阿龙啊，您看这曲家确实对村里有恩，这孤儿寡母的也不容易，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，宽限几天。商量个屁！老东西，少在这多管闲事儿！谁敢拦着，老子连他家一块拆！
是你，你这个黑心烂肚肠的资本家！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我那个脾气挺大、本事没有的前员工啊！曲星瑶，风水轮流转，你当初在公司炒我潮鱼的时候，不是挺狂的吗？现在不还是老老实实栽到了我手里？少废话，谁栽到你手里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的小院不需要开发，更不欢迎你。带着你的人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不需要，这可由不得你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可是江氏集团的开发证明。这片地可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从江氏集团手里承包下来的重点项目，你有什么不满，去和江氏集团说啊！瑶瑶啊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！那可是江氏集团，江总在咱们本地那可是只手遮天、黑白通吃的大人物。要是惹上了江氏，别说你们家这小院保不住，恐怕咱们整个村子都要跟着遭殃啊！算了吧，瑶瑶，胳膊拧不过大腿啊！江氏集团怎么了？就算是天王老子今天站在这里，我也把话放在这儿。我家的小院绝对不可能被开发，谁敢动这里一砖一瓦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好你个不识抬举的臭丫头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好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小龙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开推土机压过去，全都给我砸了！是。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？这房子是我们曲家的命根子，你们要是敢强拆，就先从我们这2个老弱病残的尸体上压过去。要拆就先把我们2个弄死吧！哟呵，还跟我玩以死明志这一套，真以为我不敢动你们？行啊，你们既然这么想死，那老子今天就大发慈悲，成全你们，给我砸！出了人命，老子担着，压死他们！怎么可能？人力怎么可能把这东西掀翻？废物，全是没用的废物！老子花钱请你来是拆房子的，不是让你来表演翻车的！滚开！许星瑶，你这个丧门星，既然你非要找死，老子今天就成全你，去死吧！等一下，你他妈又是哪棵葱？敢在龙哥的地盘上听停？长得人模狗样的，找抽是吧？在江城，还没有人敢朝我动手。江总，您怎么亲自来这儿了？我是小王啊，就是承包您家那个度假村开发项目的小王。这种穷乡僻壤的，哪能劳烦您大驾？刚才听你说是要弄死曲星瑶。江总，您误会了，是曲星瑶，是这曲星瑶一家蛮不讲理，死活不肯搬迁，严重耽误咱们江氏集团的施工进度啊！我这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着想才出此下策的。江总，这都是曲星瑶的错，你可千万要好好惩罚他呀！惩罚他？你知道曲星瑶是谁吗？他不就是个穷打工的？他是我们江氏集团旗下中医堂的大股东，连我江旭白见都要让他3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强拆他的家？中医堂大股东不假，但这家伙什么时候让我3分了？曲总，曲奶奶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瞎了狗眼，没认出您这尊大佛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。你刚才不是挺横的吗？不是要开推土机从我身上碾过去吗？不是说我敬酒不吃吃罚酒吗？我看你今天这个罚酒是怎么个吃法？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就是这个感觉，狐假虎威啊！呸，仗势欺人，真爽。既然曲总不愿意原谅你，那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价值，把他扔出去。
喂狗。是江总。江总饶命啊！江总，曲总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！救命啊！不要拿我喂狗啊！那个江总，你不会真的要把它拿去剁了喂狗吧？虽然他是个千刀万剐的黑心资本家，但这可是犯法的呀！你想什么呢？我是个遵纪守法的正经商人，只是让人吓唬吓唬他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吓死本小姐了！我还以为我这刚当上你们忠义堂的大股东，转头就要去牢里给你送饭了呢。对了，你怎么突然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来了？总不能是能掐会算，专门跑来给我当救兵的吧？我亲自过来，确实是有重要的事情找你。过几天，我想让你陪我回一趟京市。什么？陪你回京市？江总，您没开玩笑吧？您是江氏集团的总裁，那是您的地盘，您带上我这个土包子干什么？我可不想去豪门宅斗里当炮灰。江氏集团在江氏的确首屈一指，但在京市的本家面前，其实什么也算不上。那里的水比想象的要深得多。现在的江氏集团，从高层到保安，到处都是本家安插的间谍。因为现任家主是我父亲，有些事情我明知道，却也没有办法。合着您那是被贼窝给端了啊？在那座大楼里，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信任的人了，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。那您就信任我？咱们认识才几天啊？您就不怕我也是别人派来的卧底，或者是看上您的钱想捞一笔就跑的骗子？我想了很久，什么样的人能让几十吨重的挖掘机凭空翻倒？我想，你家里这只小猫应该叫饕餮吧？江总，您在说什么胡话呢？什么饕餮？那是《山海经》里的上古神兽。这只是我在后山捡的一只贪吃的流浪猫而已。您这想象力不去写科幻小说，真是可惜了。别撒谎了，我既然敢来找你，自然是查得一清二楚。我调查了你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，你前25年的人生里，连最基本的中草药都不认识，却突然能拿出那么多绝品，甚至是上千年的名贵中药。与此同时，你家里极其巧合地出现了一只猫，再加上刚才那辆重达数十吨的挖掘机，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向后翻倒，把这些全都串联起来，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既然你都猜到了，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江旭白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打他的主意，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。别担心，我对这只小猫没兴趣，更不会伤害你们。我把话挑明，只是想告诉你，现在我们两个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只要你陪我去京市，帮我解决本家那些棘手的麻烦，我江旭白向你保证，这件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不会有第4个人知道。好，不就是京市吗？姑奶奶陪你走一趟。江旭白，我这身行头没给你丢人吧？一会儿来接机的是那种加长版的劳斯莱斯车队，还是清一色的黑西装保镖？走不走啊，你二位？这儿可不行久停啊！去京市别墅区。哟，去别墅区啊，小伙子，这是带漂亮小女友回去当保姆的吧？现在的有钱人玩的真够花的，保姆都穿这么讲究。当保姆？江旭白，你打算给我多少保姆费啊？没有3000，我可不干。小姑娘，现在京市的保姆都得5位数了，你可别被人坑了。够了，赶紧开车。爸，您瞧瞧小陈这半年的成绩，京市那几家酒店管得井井有条 ，KTV 的 KPI 更是翻了一番，这才是咱们江家的顶梁柱啊！ KTV 那种不正经生意也值得你当个宝，丢人现眼。哎呀，爸，小陈他不是还……哎呦，我大孙子回来了，这一路上累坏了吧？大孙子，这是你给我找的孙媳妇儿？爷爷你好，我叫曲星瑶，是旭白的朋友。哼，还知道回来？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懂不懂规矩？回来也不知道提前报备一声。我知道错了，那不还是你这个当爹的没做好，自己儿子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，一天天心思不知道放在外面哪个野种身上了。哎呀，旭白回来了，你看你怎么不说一声？真是不巧，这几日家里亲戚多，客房都住满了，要不带着这位姑娘先出去住酒店？胡闹！
这是旭白的家，凭什么让他出去住酒店？就在这儿住。爸，旭白在外面闯荡惯了，不好的屋子恐怕也住不了。我这也是不想委屈了旭白。江大总裁，你在家里的地位不高啊，这是你亲妈。继母，继母就好办了。江大总裁，看我的吧。旭白的继母，你敢这么和我说话，真是反了天了！来人，家规伺候。这位继母，这都什么时代了，还家规？难道当初清朝亡国的时候没通知你吗？你什么你啊？吸引这么大就该去跑龙套，少在家里污染空气。既然您觉得这屋子挤，那就应该你这个继母搬出去啊！妈，哪来的野丫头，这么粗鄙！江家不欢迎你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我粗鄙，我就是再粗鄙也知道自尊，也明白道德。您这种抛弃嫡子、宠幸小妾的剧本，拿去横店拍都嫌狗血。好了，小陈和他妈这几天出去住，旭白留下。江旭白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你给我放开！这野丫头必须走，江家绝对不留这种没教养的女人。他是我请来的中医堂大股东，此外，他还是那尊让秦老愿意出到1个亿的太岁的唯一拥有者。爸，您确定要赶走能救江氏集团于水火的贵客？原来是这样，那是贵客，贵客。爸，我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旭白，这几天爷爷每天都让人把你喜欢吃的菜备好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走，陪爷爷喝2杯。好。旭白，那件事儿你真的打算在这个节骨眼上办了吗？真相马上就要尘埃落定。江旭白，你非要带我回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大买卖？不会就是想让我吃顿饭吧？我要为我的母亲报仇。你说什么？我的生母当年死得极为蹊跷，那绝非意外，而是我爸和继母联手制造的悲剧。旭白的妈是我老战友的女儿，当年她救了我的命，若不是这些年我的权力被那个逆子架空，我早就……那我能帮你做什么？要想翻案，必须找到京师百事通郑老，他手里应该有着当年的真相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啊！郑老为人性格古怪，唯独对奇珍异宝有着近乎疯狂的偏执。过几日就是他的寿诞，我们需要一份让他无法拒绝的绝世寿礼。而这件事，就拜托给你。我江旭白，我就是个种地的，我哪能知道什么值钱不值钱啊？礼物能不能找到，全靠他了。小饕餮，你确定在这种地摊货里能找到打动郑老的宝贝？这儿看起来全是工业垃圾啊！那边的青铜鼎上居然还印着微波炉适用。放心吧，我已经闻过了，这里是整个京市灵气第2浓郁的地方。好东西藏得深，得本神兽亲自长眼。那第1浓郁的是哪儿？咱直接去第1不就结了？第1呀，你可进不去。好了，赶紧走，这儿的假货熏得我鼻子疼。停，就是他，那堆破铁片中间的镜子一定要拿下。这玩意儿送给郑老，郑老不得当场把我轰出来？
老板，这破碗和这几块生锈的铁疙瘩怎么卖？我拿回去垫桌角。一口价300。300？老板你抢钱啊！就这几个破烂，我拿去卖废铁都不值3块钱，50，爱卖不卖。那您上别家瞧瞧去。行，100，我再饶这面破镜子回去当个遮灰的盖子，凑个数总行了吧？哟，这不是那个名震江家的太岁拥有者吗？怎么，江旭白没给你发零花钱，跑这儿来捡破烂了？江晨，你别太过分，这几个瓷瓶是我先看中的，你这是恶意竞价。你先看中就是你的，京市的规矩，价高者得，本少有的是钱。好，你要和我竞价是吧？我出50万。100万。300万，江晨，你别逼我。 500万，我看你还怎么跟？小地方来的土优，见识过什么叫京市的豪碰吗？哎呀，江少果然大气，花500万买一堆工业重金金属钞票的垃圾，佩服，实在佩服。花了500万买了一堆破铜烂铁，有钱人都这么蠢吗？哼，好男不跟女斗，这点钱本大哥还不放在眼里。你记住了，曲清瑶，想在郑老面前出头，你和江旭白还不配。刷卡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你可真是我的财神爷呀！老板，既然江少帮您发了大财，我在这儿挑几个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凑凑数，抵抵刚才的惊吓，总行吧？行，姑娘您随便挑，看上什么拿什么。这个当个赠品给我吧，看着沉甸甸的，拿回去压纸。送了，姑娘您以后常来啊。江晨啊江晨，你买走的是破烂，我拿走的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。就是它，昆仑山至宝。小饕餮，快说说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宝贝？江晨那个蠢货虽然买了垃圾，但这玩意儿看着也就一坨生铁啊。阿瑶，你将指尖血滴入镜面中央，自然会见分了。这个背影，我好熟悉。爸，阿瑶，你过得好吗？小饕餮，这镜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竟然能看到我爸，这简直比任何金手指都要玄乎。此物名为归于镜，由昆仑山万象花的花瓣凝聚而制。万象花？我熟读中医典籍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万象花这种东西？
万象花，花瓣若镜，以瓣为镜。它能感应持有者的灵力与意念，将你心底最深处、最无法割舍的思念彻底记上来。所以我爸，他真的回来了吗？没有，你看到的只是映照你心中思念之人的虚影，他并非真实存在的人，也不是游荡的鬼魂，而是你执念的投射，滴血可见，却不可触碰。原来是这样，虽然是虚影，但能再见一面，也足够了。还没睡，在琢磨什么大买卖？江旭白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打算送你一个礼物。礼物？你不是要把这个刚从潘家园捡回来的破铁片送给我？别废话，借你指尖一滴血。妈，青瑶，谢谢你，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。明天我们就把这个镜子送给郑老板。江旭白，你要是舍不得，这礼物咱可以再找。这镜子你要不要自己留着？比起自我安慰的幻影，我更想亲手为我母亲复仇。惊世百事通郑老年轻时曾因一场家族巨变，在同一天失去了最亲近的骨。自那以后，他便性情大变，闭门谢客，除了每年寿诞这一天，谁也见不到。那万一到时候他看了受到刺激，出了什么意外，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。不会，郑老这个人心硬如铁，不然怎么坐着惊世百事通的位置？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寿宴上人多眼杂，江晨和他那个不安分的妈肯定会去。那小子白天在潘家园白扔了500万，这会儿估计连杀你的心都有了。他若敢再来惹事，我不介意让他再交一次这辈子都难忘的学费。江家这水比我想象的还要冷，不过既然上了你江旭白的贼船，这京市的浑水，姑奶奶就陪你趟到底。这边请，各位贵宾。江旭白，你们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带着个破木盒子就敢来给郑老贺寿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脏了郑家的地界。江少说的对，我们这种穷人确实没法跟您比豪横，毕竟不是谁都能眼都不眨的花500万买一堆生锈的废铁回家供着。你郑老，这是晚辈费尽心思为您寻来的名家真迹，请您笑纳。你确实有心了。大哥，既然我都尽了孝心，不知你这位江氏集团的掌权人给郑老准备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宝贝，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啊！郑老，晚辈江旭白特来贺寿。此礼或许在旁人眼中并不贵重，
但愿能解您多年心结。郑老，晚辈江旭白特来贺寿。此礼或许在旁人眼中并不贵重，但愿能解您多年心结。请郑老给予晚辈一滴指尖血。我还当是什么了不得的神物，搞了半天真就一面破铜镜。江旭白，你这是去潘家园地摊上扫货回来的吧？拿这种破烂给郑老贺寿，江家的小辈真是越来越没规矩，也不怕丢了江老爷子的脸。江旭白呀，江旭白，我还当你真藏了什么杀手锏，结果就这，你真是越混越回去了。要是真穷的买不起寿礼，跟弟弟我说一声，那1000万的小钱我也不是出不出。放肆！郑老年事已高，岂能有你这么胡闹？江旭白，你再敢无理取闹，我这就叫保安把你请出去。罢了，我与你爷爷是多年的老朋友了。旭白，你既然说有心要解我的心结，那老头子我就成全了你这番心意，也当是给老友一个面子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是妖术，是妖术！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全息投影呢？不对，哪有这么真实的全息投影？就像真的一样。老郑，淑芳，是你吗？淑芳，淑芳，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？是不是已经安心了？江旭白，这女人到底是谁啊？值得郑老拼了命似的想再见一面。那是郑老已故多年的亡妻，也是他这辈子唯一的软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曲心瑶，如果有一天我也死了，你会不会也……啊，江旭白，你刚才嘀咕什么呢？大声点。没什么，看你的镜子。旭白，好孩子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我老头子活了这大半辈子，从来没欠过谁，但这回……郑老，您这是折杀晚辈了。礼物只要您喜欢，便不虚此行。江旭白，算你狠，这一次我认栽。想得美，江家是我的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旭白，这面镜子，你真的愿意送给我？我无以为报啊！今天起，只要是江旭白想要的，老夫无一不从。哪怕是我的万贯家财，名下所有产业，只要他开口，老夫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郑老的财富那可不是说说的而已，姓氏要变天了。江旭白，你到底从哪儿得来的邪术，竟敢这样哄骗郑老？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把这个骗子赶出去！对，没错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，连死人都能照出来？郑老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您别误会。哼，不必解释了，我这个老不死的，又能有几年活头？
你们都出去吧。郑老，我滚出去！旭白啊，我知道你这次来是有事找我帮忙，说吧，你是想要钱，还是想要资源？只要是我有的，都能满足你。晚辈不要钱和资源。哦，家财不要，名位不要，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晚辈只求一件事，我想找到我生母当年去世的真相。孩子，有些真相往往比你想象的更残酷。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再残酷，我也承受得起，请您成全。去把那个木盒拿来。这是你生母在去世的前一天，冒着极大的风险偷偷交给我的。她托我死死保管，说一定要等你有能力承受真相的那一天，再亲手交给你。旭白，当你看到这段录像的时候，妈妈可能已经不在你身边了。妈妈，对不起你，我恨自己没能保护好你，恨自己没能带你逃离这个吃人的魔窟。我是最近才知道，江若海给我吃的所谓补药，其实一直都在杀我。他在川屋中加了一味半夏，起初我以为是下人抓错了，可后来我偷偷找人验了药方，才发现那是他亲手改的。我怎么也不敢相信，同床共枕的人竟然要这样害我。我本想带你逃跑，可我已经来不及了。旭白，妈妈对不起你，不能看着你长大了，但你要记得，妈妈永远爱你。川乌加半夏，这是中医里的18反之首。川乌剧毒，半夏与之同服，会形成一种慢性的心脏损伤。慢性毒药的隐蔽性与狠毒之处，长期微量服用，症状就像是普通的慢性心脏病，根本查不出中毒，也查不到凶手。这是教科书级别的慢性毒药配方，甚至不需要刀剑，就能让一个人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慢慢枯萎。江家果然从根子上就是烂透的。江旭白，这份录像带就是铁证，这就是实锤。咱们现在就拿着它去报案，或者干脆直接发到网上，足以让那个老混蛋身败名裂，牢底坐穿。仅凭这一段录像还不够。这还不够，这可是杀人证据啊！我要的不是他坐几年牢，我要让他这辈子苦心经营的尊严、财富、名誉，一点点在阳光之下腐烂。我要让他无处可逃，我要让他求死不能。爸，出大事了！江勋白那个疯子，他拿到了当年的录像带，他全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按原定计划行事。既然他想玩大的，那就一个都别放过。既然江旭白想玩，
那我就陪他玩到底。但我那个好儿子向来谨慎，要动他不容易。老板，我们接下来如何行动？先解决掉那个叫曲新瑶的野丫头。一个乡下来的村姑，真以为傍上了江旭白，就能在京城这片地面翻云覆雨了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他不过是一只随手就能捏死的蚂蚁。是，旭白，那些曾经欺辱你的、讽刺你的，那些将你的至亲迫害的，一个都不能留。江老，您放心吧，我会把他们一点一点揪出来，一个也不放过。小饕餮，今晚能不能抓到大鱼，全靠你了。那些藏在暗处的烟杂东西，只有你能闻得出来。阿瑶，就在那排书架后面，那儿有个暗格。这可是最新型的指纹虹膜锁，暴力拆解会报警的。小饕餮，你能不能把它解开？别拿凡人的废铁来挑战本神圣的底线。这些账目记录了江若海多年来蚕食集团资产的详细流水，甚至还有和境外洗钱势力勾结的走私协议，每一页都是能让他死上100次的铁证。坏了，怎么这时候有人过来？江旭白，快过来！嘘，来人了。江晨，他这个时候来这里干什么？爸，书房有人来过，东西可能被动了。谁在哪儿？我们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混蛋！全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！江旭白、曲星瑶，我要你们死！臭婊子，就是你得罪了我们江爷。是江若海派你们来的？去地下问阎王爷吧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快跑啊！
你姑奶奶我，还差得远呢。江旭白，你没事吧？疼不疼？要不要打破伤风啊？你按到我伤口上了。江旭白，江旭白！江旭白，你醒了啊？感觉怎么样？曲星瑶，你走吧，江家的事你不用再管了。你说什么？江旭白，姑奶奶刚救了你的命，你就这么恩将仇报赶我走？曲星瑶，你走吧，我利用你拿到想要的东西了，我不需要你了。江旭白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光靠那些打打杀杀的亡命之徒，终究是落了下乘。要动那个野丫头，得用阳谋。我娘家在医学界经营多年，想让一个死老头子中毒，再简单不过了。你是说利用那老不死的？不错，只要伪造一份医疗记录，告他意图谋害亲公公夺取家产。这京城虽大，却也没他的容身之地。许新瑶小姐，有人举报你涉嫌故意谋害江之人江老爷子，这是我们掌握的证据。旭白，我也没想到啊，这姑娘竟然在药里下了慢性毒药，老爷子现在还昏迷不醒呢。陷害也要找个像样的理由，这药方我亲自看过，绝不可能有问题。江旭白，相信我，我没做过。我知道，等我，很快接你回来。曲星瑶，有人来看你了。江总，查不到，所有医疗记录、化验单，甚至是当晚的值班记录，全都做得天衣无缝。那几家检测机构显然被江父彻底买通了，连一点逻辑漏洞都没留下。天衣无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是人做的局，就不可能没有突破口。江若海这是想彻底把星瑶钉死在棺材里。人类的纸张会骗人，但灵魂散发的恶臭骗不了我。带我去那个医生家里，我能闻到谎言的味道。你能确定谁在撒谎？这世上没有任何秘密能瞒过饕餮的鼻子。就在里面，一股浓郁的令人作呕的恐和贪婪的味道，比臭水沟里的烂鱼还难闻。江总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去医院说。张医生，做了亏心事，连家门都不敢让老熟人进了吗？这猫是怎么回事？别过来！张医生，我给你3分钟，要么你告诉我那份医疗记录是怎么伪造的，要么我让这只猫帮你回忆一下那些贪掉的钱吃下去是什么滋味。我说，是江若海，是他指使我这么做的。张医生，
我知道是江若海指使你干的，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2条路，要么如实交代立功赎罪，要么就抱着你的贪婪和江家一起完蛋。我说，是一时糊涂，是江老先生给了我一笔巨款，让我伪造医疗记录，那些化验单也都是找熟人做的假，许小姐是清白的。把刚才的话一字不列的写下来，签字，按手弄。今天连夜召开这场发布会，是为了纠正一个恶毒的谎言。江大总裁效率挺高啊。走吧，接你回家。我就说嘛，那姑娘看着就正气，果然是豪门内斗被陷害的。这江父简直不是人，亲手杀妻还要陷害无辜，这种企业还没倒闭，真是没天理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那医生怎么会倒戈？万山，我们逃吧，去国外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慌什么？我在京师这么多年，江旭白想凭几段视频就弄死我，他还嫩了点儿。今天的紧急会议，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这都是外界的污蔑。江若海，你确实该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我是最近才知道，江若海给我吃的所谓补药，其实一直都在杀我。他在川武中加了一味半泻。起初我以为是下人抓错了，可后来我偷偷找人验了药方，才发现那是他亲手改的。我怎么也不敢相信，同床共枕的人竟然要这样害我。为了自己的私欲谋害发妻，江若海，你真是不得好死！哼，那又怎么样？已经过了追诉期了。再说，我和我前妻关系不好，难道犯法吗？江若海，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。那你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江若海，你竟然私下侵吞了集团近100亿的资金，你这是要把江氏集团往火坑里推！江若海，你杀害发妻，私吞公司财物，更是买凶打算杀害我的孙媳妇儿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够你死800回了。即日起，剥夺江若海江氏集团继承人身份，将江若海之名永远开除出江氏族谱。江家没有你这种丧心病狂的逆子。江旭白，我是你老子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敢这么对我？从你改掉我妈药方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没有父亲了。江旭白，曲星瑶，既然你们不给我留活路，那大家都别想活！
乡下来的臭婊子，就是因为你，我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既然我完了，你也别想活，去死吧！他把子弹给吃了。阿瑶，这种劣质铁疙瘩真难吃，一会儿我要吃2个草莓蛋糕作为补偿。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，这是幻觉。江若海，你涉嫌谋杀及多项经济犯罪，这是逮捕令。放开我！我是无辜的，我是江家夫人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放开我！自作孽不可活。徐白，江家的未来以后就交到你手里了。江大总裁，现在你可是名副其实的京城第一掌权人了，以后对我这个合伙人是不是得再好一点？不仅是对合伙人好，对未来的也会更好。曲星瑶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死了，你会不会？你会不会什么？会不会想你？会不会为你伤心？江旭白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有我曲星瑶在，有小叉叉在，你想死都难。